最近好多人强烈要求我整个天上飞的。我说你看啊，你家里面这水里游的，地上爬的，再整个天上飞的，海陆空给它整齐了。我一寻思没毛病啊，行，今儿满足你们，搞一个天上飞的。到球场了，挑一只回家。这个是玄凤鹦鹉，是我国唯一3种可以合法饲养不是保护动物的鹦鹉里最大的一种。看看是哪个小倒霉蛋跟我回家呢？这个太合我眼缘了，像一幅泼墨山水画，浓墨但不重彩。所谓泼墨画菊欲留秋，斜雨谁饮？踏雪寻梅只待春，欲邀君同。就是你了，难得一只鸟竟有如此意境，养着你也是一桩风雅之事啊。哎姐，是不是只有这只打8折啊？啊，对，就这一个了。哼，那就是没得选喽。拿回家了啊！就冲它是唯一打8折的那只，咱爷俩就有缘。这鹦鹉我问了，还没断奶呢，得喂专门的鹦鹉奶粉。你说你一个泼墨白呆毛的小鸟，你也不是哺乳动物，你喝什么奶呢？啊，整明白了，不是奶，是什么大米、小米、绿豆粉的？那这是个豆奶。老公，鹦鹉好像饿了，你干嘛呢？喝鹦鹉奶粉呢？这味儿还不错。What the fuck？ 你这辈子别亲我了。不是，这个是人能喝的，这里边有大米、小米，完了什么各种豆粉、花生。今天跟你们说2个好消息。之前我不是把海星扔鲨鱼缸里吗？我赌对了，鲨鱼对海星过敏，也可能是没有兴趣。而且换完这个透明管子的海鳗，不仅学会了钻透明的管子，它甚至还可以在里面跳投对折。我估计再过2天侧方位停车都练会了。不过我真有点后悔整这个大鲨鱼缸了，换1/4的水就要5桶，1.7吨，太浪费了，这都够泡几10吨枸杞。好，这不忘掉刚才的枸杞，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泼墨小巧还活着，而且它的超豪华笼子到了，我整整用了3小时68分97秒才把它拼好。这笼子咋没有盖呢？是盖呢，不能是给我忘发了吧？哎呀，其实也无所谓，这玩意儿不行，笼子没盖，我拿来养鱼也一样啊。有一些受伤不能沾水的鱼。啊，这儿呢，找着了。得嘞，受伤的鱼接着搁水里泡着吧。这个地，我跟你说没说过，别把屋里造的那么埋汰。瞅我干哈？你的笼子它能是我造的吗？把屋里给我收拾。作为一只已经快要断奶的小巧，你连屋都不会收拾，你太丢脸了，真的。这就是我，换别人都得嫌弃你，我都给你放飞了，还给你喂鹦鹉奶粉，换别人的奶粉都得给你喝喽。这味儿还不错。哎，章鱼居然预测世界杯这个队伍会赢。12年前，章鱼保罗横空出世，完美的预测了当年世界杯的各种赛事。当时我就立志，大了之后这章鱼我也要养一个。12年后，被称为海洋福音的我终于也养了一只章鱼，让他预测一下今年世界杯，证明他也是个懂球的。就小试牛刀的先预测一下比较受关注的23号那场德国对日本。你看道具我都做好了，一个 D 一个 R， 代表着德国和日本。接下来就看他决定钻到哪个盒子里面吃掉螃蟹，就预测着哪个队能赢。但是我发现有个技术上的问题啊，我家章鱼跟保罗的差距可能不是预测的准和不准，而是他好像不会钻盒子。不能啊，之前我教过他怎么钻瓶子呀，他咋换成方形的就不会钻了呢？这年轻鱼不懂变通，这以后上社会上你不得吃亏呀？也有可能是诱惑力不够大，每个盒里再给他放个大虾，这诱惑力多大，我都想进去吃去。哼，里面螃蟹都吃上虾了，他还是不钻。钻呐，你再不钻，那螃蟹一会儿都吃成顶盖肥了。哎，钻了，用他那个猥琐的触手抓起了大虾，然后毫不犹豫的用他我也不知道是左还是右的第几只手也抓住了螃蟹，并且整个鱼钻到了盒子里面。接下来咱们揭晓答案，他选择的是德国，而且虾和螃蟹他都吃了，看来很有可能是德国2-0胜日本队呀。行啊，
很机智的选了德国队赢，捡条命，知道不？我本来都计划好了，你要是敢选另一队赢，我就把你做成鱿鱼丝儿。别问我为什么，哼。前两天不是有个墨鱼被我养死了吗？我把它冻起来了，然后打算等这个鹦鹉长大之后，把这个墨鱼骨取出来，给这个鸟磨牙补钙用。这事儿自打他知道以后吧，他好像飘了。以前他吃饭是这样式儿，现在他吃饭，你把高兴的这个情绪表现的真是开怀大笑，笑口常开，还笑就三的。我死个墨鱼，你这么高兴好吗？不过我运气不错，又搞到了几只墨鱼，其中一只还会喷墨。这喷墨的小子，我不要了，我拿别的。不敢要啊！那只整回来了，到我家进缸，啪嚓一喷墨，又该像以前那个似的了。一缸墨，水系统直接崩溃。我现在用的还是套缸，他一喷墨，那真是一桩含笑九泉、株连九族的灭门惨案呐！这几个墨鱼现在还在渔场，让他帮我养2天再发，稳定稳定。高兴吧？你又有备用的墨鱼骨了。哎呀，你未来的路我给你铺的是明明白白，但你长得也太慢了。多大了，到现在还不会飞？我有时候真怀疑。喂，门快！我的墙！哎呀妈呀！死狗子奔着墙飞干啥？你一头撞死了，那墨鱼骨我给谁呀？你回窝待着吧，太吓人了。还记得我以前养的那只自己喷了满缸墨，结果墨有毒，然后给自己毒死了那只墨鱼吗？时隔1年，我终于又整着了一只，太不容易了。而且我有十足的信心养活这只墨鱼，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只墨鱼小，我这个缸的水系统非常的大，它就算是喷墨，我的净水设备也会在短时间之内把它的墨给过滤掉。这个叫什么？养工不够，设备来凑，都是科技与狠活啊，铁子。另外，这只到我家1周时间未叫一声的泼墨呆毛小鸟，今儿个是终于吱声了。别人家的鸟叫出来都是这动静的，俺家这只叫是这动静的。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在鸟蛋里头你抽烟喝酒呢？咋出来就是烟酒嗓呢？完了还挑食。看着鹦鹉奶粉就是这种反应，看着断奶粮那就，你真的好纯粹呀，丝毫都没有遮掩你的饮食喜好。算了，瞅你闹心，我还是去看看墨鱼吧。那啥，我说他死了，你们信不？这屁股还让海螺给啃了，这咋的？没喷墨也能死吗？这，咋葬啊？火葬费拉酱，要么土葬，种苞米地旁边，明年能结出来墨鱼丸吗？要不先放冰箱吧，等那个鹦鹉长大了，再把这墨鱼的墨鱼骨拿出来，给它磨嘴补钙用，正好。